是给我钳子，不是让你钳我。走反了，走反了，不是我这个方向。又撞上了。众所周知，幻塔是最喜欢骗人的了。这次的新拟态剧情同样如此。相信看完剧情的小伙伴都对灵巧记忆深刻吧？作为夏佐的副手，身兼研发质朴的重任，但却屡屡出现状况，给人一种极不靠谱的印象。还有人把她誉为九玉西里，更是被嘟嘟吐槽成不如西里的小姑娘。如果你也这样认为，那便大错特错了。不要看灵巧比较冒失，还经常惹出问题，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努力的天才。虽然这次拟态确实是夏佐兄妹的主场，但最令我眼前一亮的反而是灵巧的人设。根据迎风娇的钟博所说，灵巧从小就喜欢研究机械，更是被称为小发明家。虽然不太靠谱，但实力毋庸置疑。夏佐也是看上了他的才能，才让他负责质朴的开发。事实上，灵巧本身就出身于九州重机，光听名字便知道这也是个汇聚人才的组织。在小火雀的支线任务里，有一个叫石绿的玉石匠，同样提到了九州重机的存在，理由是看上了他的手艺。这样来看，九州重机更像一个技术组织，能加入这种组织的灵巧自然不是泛泛之辈。当然，这是从灵巧的来历来看的。那么这次剧情里有没有体现呢？不仅有体现，而且地方很多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质朴是哪里来的。九玉原本是没有质朴的，在天门开启朱雀球员后，质朴才经过海加德之手传于九玉，这也算是支援的战力。要知道，九玉一直发展的都是十章科技，但质朴却是妥妥的元能科技。虽然我们都知道玉能与元能可能是同种能量，但是在对能量的使用上，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。这也是为什么灵巧称呼西里为师傅，而且在实验室也能看到西里的进修书籍。可以说，灵巧能弄懂质朴，已经堪称天才了。至于民警，他本来就是夏佐，而且过去就帮沙利修好了米亚，所以民警懂质朴反而没那么令人惊叹，反而是知人善用的玉先生令人啧舌。质朴是从海加德传过来的，他能第一时间让民警负责，看来对他的来历早已有了猜测。接下来的重头戏便是嘟嘟的狱主之路。说起嘟嘟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谁，那让我们先回忆一下女仆的拟态剧情。在晋都有着很多传闻，其中便有着女仆的身影。我们跟随西里与女仆前往亨瑞亚特财团的旧址，在那里接触到了机器人的觉醒。详细解读可以搜索小峰的往期视频。在这次探险后，再次登门拜访西里，便会发现在他的家里多了一个叫波波的机器人。通过交谈得知，西里从财团旧址拿了一块电路板，然后制造出了波波。说起波波，他可一点不普通。在西里在家的时候，波波的对话都是以拍虚溜马为主，而且看着就像很正常的人工智能。但一旦西里不在家，波波的本性便暴露了。他自称自己为狱主，要是女仆听到非拆了他不可。狱主一词来自于亨瑞亚特财团的顶层，他们收养星环基金会投资孤儿院的孩子，并将他们培养成了只知道服从命令的杀手，其中便有着女仆安娜贝拉。而这些顶层领导就是自称为狱主。波波取名狱主也是效仿之意。我们探索亨瑞亚特财团旧址的时候，就已经接触过了智能觉醒，波波同样也是其中的一份子。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征服人类，他以为自己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可惜西里阻挡了他的脚步。在质朴传入九域后，西里便负责与灵巧的联络，同时提供技术支持。在这期间，西里复制了波波的数据，这便是负责九域质朴实验室的嘟嘟了。可以说，本次实验室事件，女仆与西里才是罪魁祸首。是不是感觉一切都串联起来了呢？这也是觉得本次剧情很出色的原因。但事件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在我们被嘟嘟忽悠后，找到了处置威胁的质朴军团，地上的正是嘟嘟为自己组建的身体。作为对比，可以看一下波波，两者意外的都很方整。嘟嘟还给自己配了个眼镜。恕我直言，波波这是被西里忽悠瘸了，连分身造个身体都没能摆脱西里的影响。此时在嘟嘟尸体旁边便有着一份日志，其中详细介绍了嘟嘟计划的开始与终结，详细的之后会讲，这里我们只看灵巧的部分。刚开始嘟嘟对灵巧还是不屑一顾的，但直到这一天，质朴网络的权限被限制了，也是从此刻起，灵巧对嘟嘟开始动手了。这倒不是我的臆想，在之后灵巧赶来后，可以看到他说的话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别看灵巧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，这一切都是他的算计，只是没想到会在夏佐来视察工作的时候，长官虚无天使突然行动了，结果与他预想的一样，但时机却打了他措手不及。灵巧真的很不简单。当我们重新回到上层后，先不要急着走剧情，在桌子上有着灵巧的自传，很多人认为他给质朴搞的改进有些画蛇添足的味道，更是质疑他的实力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故意为之。一名优秀的机械师必须能主动发掘并满足需求清单之外的隐性需求，这才是灵巧的初衷。他可不是没能力，而是太过精益求精。包括他会睡在实验室，灵巧不只是足够努力，同样也很有学习天赋。像这种既有天赋又肯努力的天才，
才不愧为九域顶尖的机械师。不过不得不说，幻塔里面的天才机械师多多少少都有些太过个性。死宅又社恐的灵，武器放音乐的古兰，被潜水淹死的西里，一个个都是天资卓越，但想法却一个比一个离谱。现在再加上加班狂魔灵巧，幻塔最强机师4人组就这么诞生了。当你看懂了灵巧的人物设定，才能看懂整个实验室的剧情。在嬉笑日常下隐藏的都是算计与谋略。灵巧的剧情只是本次剧情的冰山一角，接下来便让我们进入本次剧情的主题：沙莉与夏佐兄妹的九域重逢。辣的男人终于回来了。现在让我们从头看起。执行者接到了沙莉的通讯，原来是玉先生邀我们一叙。现在有空吗？刚刚玉先生联络了我，邀我们至黎州府一叙。很快与沙莉会合。基于本次的谈话目的很明确，与其让沙莉不小心碰到民警产生风波，不如主动诱导沙莉去接触民警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此时民警的身份，夏佐是域外之人，又是超级计算机列阵子口中的变量，现在还成了新一任的玄武大人，更负责了九域质谱的研发。基于作为民警的顶头上司，这样有实力又能干的手下，他真的舍得放手吗？所以在与我们对话中，玉先生巧妙地提到了一点建议，便是不让民警受到过度的刺激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也一直在纠结，玉先生究竟想不想让夏佐恢复记忆呢？从以往看过的文学作品中来看，也会有很多主角失忆的桥段。恢复记忆的契机，要么是回访记忆之地，要么便是重现往日的回忆。但玉先生两者都没有选择，而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还把选择权交给我们。看似处理事情很积极，但这种行为还不如把大家叫到一起谈谈更为有效。当然，关于这一点，沙莉在后续也给出了一段解释。当失忆的人看着眼前的亲人，急切地希望自己恢复记忆，但自己却做不到时，那种无能为力会让人陷入矛盾。也是因为这一点，沙莉才放弃了与夏佐相认。但玉先生也是这样想的吗？在前文中，小峰也提到了，玉先生让夏佐负责质谱的研发，说明他对夏佐的来历已经有了判断。从与沙莉的对话来看，基玉也是大概率认为夏佐便是民警的。既然都有了这些信息，为什么还不能用更激烈的方式让兄妹相认呢？这里的会谈在我看来更像是托词。如果玉先生不主动提到民警，在以后的九域生活中，沙莉也会注意到民警的存在，到时候事态反而会不可控。像现在这样主动提出却不主动负责，才是上上之策。镇宫之主果然恐怖如斯。当然，这可能也是我对玉先生的诬陷。万一他很期待兄妹重逢呢？你是怎么认为的呢？见过玉先生之后，迎来的便是沙莉的告白了。哥哥打理着避难所上下，帕尔大叔改正了酗酒的习惯，我们俩一起再去遗迹里冒险。他描述的不正是我们刚进入游戏时候的生活吗？平淡却很幸福。或许在沙莉的内心，还是更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吧。但这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。从沙莉变成奈美西斯的那一刻，他身上的使命就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奈美西斯寄托了贤者的厚望，同时也是贤者谋划的一环。他的一生注定不会平凡，所以这里的设想也只是奢望罢了。就像沙莉自嘲的那样，听起来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沙莉还在宽慰我们，即使民警不是夏佐，他也希望能产生一些作用。在剧情推进到维拉以后，很多人都认为沙莉是不是把找哥哥这事忘了？毕竟京都的灯红酒绿已经足以令人乐不思蜀了。但事实上，沙莉从来没有忘记过。翻一下过往的剧情，你会发现新区域的任务都是沙莉主动揽下的。为什么她不惜以身犯险，也要参与到各种危险的任务中？因为她要去找遍足够多的地方，这样她才能安心。所以别看在维拉提到找哥哥的剧情片段很少，但沙莉的足迹却是遍布了整个维拉，最后才不得不放弃。九域的出现更是燃起了他心中的希望，尤其是九域同样有着灰玉体。当初猜测夏佐去处的一种可能，便是误入了灰玉体的领域，所以沙莉来九域也不是全无依据，他同样有着目的性。幻塔的剧情一向如此，粗看下来平平无奇，但仔细推敲下来却极为合理。幻塔里面几乎没有蠢笨的角色，有的都是各自的立场与算计。次日与沙莉会合后，我们便来到了与民警见面的地点。这里多提一嘴，负责此事的天狼，从前瞻直播来看，此时正跟着米米到郑州研究植物去了。同时玉先生找我们喝茶的剧情，也是接在民警 PV 之后。幻塔的剧情终于不是挖坑不满了，开始穿针引线缝织到一起了。看着远处的民警，沙莉已经很笃定，他便是失散不多年的哥哥夏佐。讲真，这连外形都没变，认不出来才有鬼了。但紧接着沙莉又开始患得患失起来。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好？该说些什么比较合适？如果他不记得我们的话，好在有执行者的贴心保证，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听听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不得不说，执行者的情商真的很高。所以说不取何撩？沙莉鼓起勇气走下台阶。与此同时，民警正在听手下的汇报，注意这里的御卫装扮，
他可不是黎州或者镇州的御卫。如果按玄武负责砍州来分的话，那背着剑筒的御卫便是砍州御卫了。民警身为新一代的玄武大人，即使身负质朴的兼职，但本身玄武的职责也不能忘。我比较好奇这里的御卫报告了什么，会不会也是为后面的剧情埋伏笔呢？上一任公主与4位大人集体进入对州遗迹消失，导致九域领导班子重组。目前来看，最有可能负责探索遗迹搜救老公主的，便是新一任的玄武和白虎了。对州遗迹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让我又想起了九域主题曲《无尽藏》里面垂钓的老翁，他究竟会是谁呢？有些扯远了，让我们继续回到剧情。莎莉看着民警的音容，已经100%确定他便是哥哥夏佐了。随着一阵恍惚，两人似乎都变成了当初的模样，但这一切都是幻想罢了。民警是真的把亚夏的记忆忘掉了，同时忘掉的还有莎莉这个妹妹。执行者催了好几遍，莎莉才从幻想中醒过来。莎莉，民警依旧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认真对接着质朴开发的工作。小峰之前也说过，质朴是九域设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九域的现状想必大家都在野外看到了，9个士兵不一定打得过一个惠民，在这样的战损比下，九域很快会到无兵可用的地步。此时海加德带来的质朴解了燃眉之急，战斗型质朴应势而出。也正是如此，在九域的探索中，不管开宝箱还是解密，给的都是质朴相关的资源。只因为质朴对现在的九域太重要了。根据民警所说，我们今天的任务便是调研进度，说人话就是领导视察。想必这样说大家就不陌生了。既然是领导视察，那属下自然就要应对检查。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灵巧是要怎么应对吧。很快便跟着民警来到了紫鬼的质朴研发实验室。刚进门便听到了灵巧的尖叫，好家伙，这简直就是大型职场危机。要搁在现实中，就算灵巧不被炒鱿鱼，穿个小鞋肯定是必须的了。见到民警前来，灵巧赶忙慌张地跑了过来。注意，此时地上还有只乌龟质朴，刚才他说的横冲直撞就是他了。灵巧慌张的解释，本来还想整理一下的，民警似乎早已见怪不怪，直说他是又要整理案发现场。一个又字可见灵巧不是初犯了。注意灵巧身后的桌子、杯子也是被打翻的。这样来看，灵巧确实有些不靠谱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灵巧很像幻塔本身。幻塔经常会把游戏搞得一团糟，路人会认为他是没能力，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幻塔从未停止过创新，因为不断的创新，所以不断的折腾，问题也就层出不穷。就像灵巧自述的那样，幻塔一直在挖掘大家的隐性需求，同时幻塔也很努力。灵巧不满足于996，幻塔同样如此。从京都工作室支线里也能体会到工作室的努力，不然这么快的内容更新，这么高的产能是怎么来的？幻塔的剧情很多都可以带入游戏本身，这可能便是官方的自嘲吧。幻塔真的是个养成系游戏，不同的是别人养成角色，我们养成游戏，被上司当众揭短。灵巧面子上也有些过不去。民警本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被灵巧搪塞过去了。哪儿有？我可是做足了准备，等待着您和2位贵客的大驾光临呢。多好的甩锅机会，就这么错过了。可惜逃得了初一，逃不了失误。后面的民警依旧要帮他处理麻烦事。注意这里墙上的线路，这里的线路明显是接入两边显示屏的。我们都知道九域使用的能量是域能，那这便是域能的一种使用方式了。看起来与我们现在的电能没有什么不同。这样科技味十足的实验室，不会还有人认为九域是修仙的世界吧？这可是妥妥的科幻。灵巧就像接待领导视察的负责人，开始给我们介绍起了研发进度。首先是质朴提供的战术伪装，质朴头上增加了类似七龙珠里的丹木眼镜，在七龙珠里，这层是贝吉塔的装备，可以显示敌人的战斗力，也就诞生了经典的名场面：战斗力不足5的渣渣。幻塔在玩梗方面一向可以的，这里的质朴同样也是用丹木眼镜来评估周边的安全指数。友善的机械体指的是莎莉，未知威胁指的便是嘟嘟了。不过这里的评判标准显然出了问题，研究室内加50，未知威胁才减1，这得多少个嘟嘟才能触发战术伪装？也难怪质朴虽然知道有威胁，却依旧没什么动作。灵巧见质朴不给面子，便要启动应急模块，谁料启用应急模块，堪称大型社死现场了。民警的安全指数竟然高达100，不过感觉更多是出于对玄武的崇拜，不然执行者和莎莉加起来才20，这也太弱鸡了。演示完毕，民警也只能敷衍地嗯了一声。接下来便是小火雀了。灵巧给他加了合成食物的功能，考虑到御卫与惠民战斗无暇饮食，这里的初心是好的，就是表现形式令人无语，竟是通过下蛋的方式。如果是现成的产品也不是不能接受，但你还得看着它现场制作，不仅人麻了，就连小火雀自己都累麻了。直到参观结束，也没看到一个合成食物的诞生。接下来参观的是具有声音模块的质朴，简单来讲便是加载了小爱音箱的功能，
可以模仿野兽吼声，可以听一下吹拉弹唱，还可以语音备忘录。灵巧啊，我突然感觉不太妙，咱们的新系统好像有个致命的漏洞，带我再瞧瞧。哎，你也要注意，我可给你留言了。戏里声音的突然出现，再一次神助攻灵巧，不靠谱的感觉再次加一。灵巧为了摆脱窘境，只能再次参观下一个质谱。虚无天使来自艾达星的旧联邦，也就是诺恩联邦。虚无天使算是天生的领袖气质了，在他的头上也戴着单目眼镜。灵巧为他加装了长官功能，有指挥下属的权利。虚无天使是有一定自主意识的，所以可以带着质谱小分队指导嘟嘟大本营。但是在演示的时候，虚无天使依旧是不为之所动。玄武大人的存在就意味着绝对安全，民警也有些尴尬，只能让我们先一边看看去。他则是跟着灵巧去了里面的房间。本来以为民警会狠狠训斥一番灵巧，结果却只看到夏佐无奈的小眼神，最后更是手扶额头。此刻的民警不知道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所托非人了。灵巧则是乖乖地站到一边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像极了做错事等着被责骂的孩子。我们也只能查看周边来打发时间。来到黑板前，上面有着工作安排表，上午工作3个半小时，下午工作5个半小时，晚上还要工作1个半小时，加起来已经到了10个半小时。后面还有个人加班时间996，看到都得直呼牛批。灵巧的勤快与西里的偷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西里可是没事就在家里睡大觉的。来到莎莉所在的位置，桌子上摆放着西里的进修书籍，幸好是晦涩难懂的，要是把西里的逃跑秘籍拿来，那又忽悠瘸了一个机械师。看来这便是西里的教学了。莎莉则是在查看累麻了的小火雀。实验室中不光是灵巧热爱工作，其他助手也都如此。与莎莉对话后得知，他在民警的身上感觉到了异样的熟悉感，尤其是这种视察工作的感觉，就像当初的夏佐处理避难所事务一样。从莎莉的叙述也能看出，民警依旧保留了夏佐时期的处事行为习惯。那执行者呢？同样是失忆，难道我们的过去真的当过电工吗？不然怎么那么会修理工作呢？此时一只质仆从里面的房间跑了出来，径直前往虚无天使的所在。执行者也被嘟嘟吸引了过去。此时注意镜头里的画面，质仆小分队已经开始了行动。嘟嘟他瞬间就麻了，前一秒还说质仆都归自己控制，下一秒质仆就冲着自己而来。嘟嘟只能欺骗我们说是质仆失控了，好在我们去晚了一步，否则又是助纣为虐。幻塔很喜欢这种帮助反派的剧情，总是在最后才告诉你被骗了。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京都的一个任务，领业的后援会支线，不告诉你任务的目的，只是让你做事。好在最后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但这也体现出幻塔对游戏里任务本身的思考。一直以来，玩家做任务都是以奖励为驱动的，那你会去在意任务本身的对错吗？幻塔一直都在试图让玩家意识到，要带着脑子去做任务，不然很可能就是在帮着敌人做事，被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钱。这里的典型便是矿山的金老板了。先不要着急跟着质仆下去，此时回到房间，会发现莎莉已经换了位置，她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哥哥。幻塔的剧情一定不要着急做，他总是喜欢藏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，但也正是这些小细节，才是看透剧情的关键所在。好了，接下来可以去看看质仆了，下面早已乱成一锅粥。话说虚无天使真的是啥都敢骑，不愧是天生的领袖气质。嘟嘟也是个废物，居然就这么跟丢了，这还真怨不了嘟嘟。本身虚无天使就不受嘟嘟控制，而且这里的监控画面一直在变，甚至会出现全部监控都是同一个地方的情况，也难怪嘟嘟发现不了虚无天使的存在。在其中一个监控里展示的正是灵巧与民警的对话，一定要仔细看灵巧的动作。就在两人交流研发情况的时候，小乌龟质仆爬了进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灵巧一个箭步便挡在了小乌龟身前，隔断了民警的视线。他看似在认真回答着民警的问话，实际上则是一直在观察小乌龟的动向。在小乌龟即将出去的时候，又恰好的挡在了民警身前。这些小动作都被执行者尽归眼底。这样的灵巧你爱了吗？随着民警一声深深的叹气，结束了我们的偷窥行为。民警也是有苦说不出，灵巧是真的有能力，但留下的烂摊子也很多，而且还不主动让他帮忙，只能当一个事后诸葛亮。完全想不到灵巧会带来怎样的惊喜。有着这样的下属，不是心累就能形容的。关键灵巧还很努力，都已经睡在实验室里了，这样的下属也不忍心责骂。正在这时，嘟嘟带来了新的消息，质仆小分队正在朝深处靠近。嘟嘟明显是有些慌了，连语气都变得急促起来。快点抓住他！执行者敏锐地发现了嘟嘟的变化，嘟嘟只能谎称那里是实验室核心要地，但你看执行者信吗？在偷窥了灵巧与民警后，得知了灵巧是真的有能力，就是处理起来不太成熟。这也就说明他在之前的参观中为我们展示的功能都是真的存在的。那么假设有问题的是嘟嘟，质仆现在做的事便是在清理威胁。别看执行者表现得很傻，
实际上却精明得很。而且嘟嘟还有一件事做错了，便是他的智能形象。执行者是去过亨瑞亚特财团就职的，再次看到这个形象，怎么可能不多想呢？随着一阵噼里啪啦，嘟嘟的身体被拆卸完了。灵巧闻声也赶忙下来查看，他首先询问的便是嘟嘟，可见暂时还没打算对嘟嘟下手。不过也只是早晚的事。我们返回看一下嘟嘟的日志，第一篇是逃离西里的魔爪，可惜嘟嘟只是波波的一个分身，所以波波依旧还在西里的掌控之下。第二篇能看出嘟嘟已经准备忽悠灵巧了，也暴露了自己狱主的身份。到了第三篇，已经进入了诈骗阶段，而且进展得很顺利。从嘟嘟描述来看，九玉此前是没有质朴的，他认为灵巧和西里没法比，在嘟嘟眼里还是很认可西里能力的。这时嘟嘟已经忽悠灵巧接入质朴网络了，从此质朴尽归嘟嘟的控制。到了第四篇，嘟嘟的狱主大业已经在秘密进行了，第一步便是打造狱主的躯体，但由于灵巧几乎不睡觉，嘟嘟的小动作也进度缓慢。到了第五篇，情况发生了反转，质朴网络的权限被限制了，也是从此刻起，嘟嘟才意识到灵巧的问题。到了第六篇，对灵巧的评价来了个2极反转，灵巧的学习速度和工作能力太过惊人，而且研发的长官已经脱离了嘟嘟的掌控，看来灵巧已经准备好下手了。嘟嘟便是最好的试刀石，不然没法解释长官不接入网络的原因。下一篇日志则是嘟嘟的自我警告，早在我们来之前，嘟嘟就发现了长官带来的巨大威胁。不过他毕竟只是本体波波的分身，嘟嘟是完全可以舍弃的数据备份。最后一篇日志是收到了民警来的消息，一旦通过认证就会加快质朴的投放，这对嘟嘟来说可不妙，所以他必须阻止这一切，那便是要破坏这次领导视察。说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没错，灵巧的质朴并不是没能研发成功，而是嘟嘟一直在背后搞鬼。在灵巧向我们展示的时候，嘟嘟一直在后面注视着我们，所以参观才会极为不顺利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质朴的负责人，这些功能都不成熟，你会给领导展示吗？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？真实情况是平时的质朴使用都很正常，只有在我们参观的时候才出了问题，这才让灵巧措手不及。当我们返回的时候，灵巧正与虚无天使遥遥相对，他对虚无天使的行为并不感到意外，就是时间上不太巧，刚好赶上民警来视察。灵巧希望我们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保密，并说这一切都在计划之内，也佐证了他确实早已经知道了嘟嘟躯体的存在。可怜的嘟嘟就这样被卸磨杀驴了。机械师果然都可怕得很。此时回到上层，会发现屏幕里的嘟嘟已经不见了，看来是彻底消灭了。在桌子上有着西里写给灵巧的留言，谢西里自称是师傅，却把这么大的隐患丢到了九域，要不是灵巧应对及时，很可能就变成致谢危机了。旁边还放着灵巧的自述，也是从这里我才意识到灵巧不简单。为什么小峰的解读总是很出人意料？这便是信息差带来的结果。如果我没能发现这里的资料，我也会觉得灵巧很不靠谱，这样带来的判断就都是错的。但正因为有了这些资料，才能还原出真实的剧情。不得不说，幻塔在魂系叙事上是一去不复返的，少了这一份资料，整个剧情都可能理解错了。灵巧是真的厉害，但更厉害的是知人善用的民警，能看中灵巧能力，并屡屡为其善后的夏佐，眼光才是真的独到。回到上层以后，众人已经聚集在了实验室门口，先别急着出去，这里同样有些资料，看来西里也是有认真工作的。在另一个支线里，西里来九域参加琼楼盛会，也是带病在工作的。幻塔里的角色远远没有想的那么简单，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不靠谱，但工作的时候却是意外的认真。这或许才是人类能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秘诀吧。告别灵巧后，刚刚走上楼梯，便听到了实验室里传来的声音：松手，这个不能啊，绝对不能啊！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。虚无天使启动了质朴的升级按钮，这也不能怪质朴，只能说灵巧做的质朴太优秀了。质朴是处理威胁的，现在最大的威胁便是慧明，那要想处理慧明，升级质朴军团无疑是最佳选择。只可怜灵巧又要背锅了。在与民警的对话中，他还试图把事情瞒过去，结果人手完全不够用，只能坦白了。看着无奈的民警，突然有些心疼。有着天才的下属是个好事，但要是3天2头惹事情，心都得给操碎了。民警很快下达了指令：收拾好你那边，急事我来处理。其实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。我其实并不在意所谓大人的身份，他对我而言只意味着责任二字。对民警而言，身份只是意味着责任。其实这里也是在填坑。从开服起，双标夏佐就一直是个梗，但对夏佐而言，避难所首领只是一份责任，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份权利，他也不寄望所有的人都能服从他的命令。避难所由亲人处决也只是大家的共识，他没想过用首领的权利来强制让人接受。既然没有强加于人，又何来的双标之说呢？一切都是各自的选择罢了。接下来民警也摊牌了，
早在实验室发生巨响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预见了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。其实，灵巧的这一出，我也不算太过意外。是不是刚刚听到那么大的动静的时候，就预测到了这样的发展？民警对灵巧进行了评价，可见他果然对灵巧了解很透彻，不愧为一位知人善用的领导。算是吧。他很有天分和创想，是一有主意就会去立刻实施的行动派。虽然有时候会忽略了对整体所造成的影响，但他能让项目走向更好的发展。我能体会那种迫切的想要做出成果，以证明自己的心情。不过嘛，总是还需要其他人帮帮忙。这里同样也是在填坑，努力做出成果证明自己。这说的是谁呢？莫不是某个修哲月门去遗迹探险的妹妹吧？那时候的莎莉同样也想着证明自己，可是那时候的夏佐却没有现在这种宽容。他对妹妹是溺爱，生怕她受一点委屈。但反观现在的民警，已经成熟多了，会放手让灵巧去做，而自己会在后面默默收拾着残局。这或许才是莎莉当初理想的哥哥形象吧。到了集市后，刚巧遇到中宝正在抓鸟。中宝和中贝同样是一对兄妹，他们是中博的孙子和孙女，算是民警剧情的常客了，也是在隐喻着民警与莎莉的关系。得知他正在抓升级后的小火雀，我们也赶快来帮忙。但从结果上来看，这都多亏了大黄的帮助。不愧是九域第一神犬，文能吟诗，武莫胜流火，武可上蹿下跳斗质朴。这下小火雀岂止是老实了，都被咬得不能动了。不知道大黄有没有崩掉几颗牙。从中宝那得知，这是呆瓜3号和4号，还有着1号、2号在中博茶摊上。闻言赶忙来到中博这里。中博不愧为九域活着的历史书，我是觉得他似乎啥都知道。要不是他有儿子有孙子孙女，都以为他才是最大的 boss。这里说个比较意外的信息，你们知道民警为什么经常来喝茶吗？小峰在之前的解读里就说过，民警并非是懂茶之人，他之所以一直来茶摊，便是来盯着质朴的情况，因为这里的质朴是灵巧送过来的，他害怕出什么问题。是不是很意外呢？言归正传，中博这里的呆瓜1号和2号，别说升级了，就从来没启动过，上面都快结蜘蛛网了。执行者内心不禁一阵后怕，幸亏没启动，不然茶摊就玩完了。民警与莎莉各自负责维修起一个质朴。在亚夏的时候，我看过家人维修质朴，偷偷学了一手。执行者倒是乐得清闲，中博见状也是主动攀谈起来。注意这里的称呼，中博称呼他为民警而不是大人。可见，虽然民警是新一代玄武，但本身还是很亲民的，这也符合他对身份就是责任的说辞。对民警而言，能无视身份的交流才是他的心之向往。中博向我们讲起了灵巧的小时候，虽然发明力爆棚，但意外也不断，是民警看中了他的才华，颇有种千里马遇伯乐的意思。也就民警不计较那些幺蛾子，看中他的才华，把这个项目交给他。也难怪灵巧愿意住在实验室，这可能也是重感恩吧。接下来中博也道出了民警经常来此的目的，便是不放心灵巧的杰作。与此同时，民警与莎莉还在修着质朴，注意这里的称呼。扳手递给我，莎莉。再来听下一句，抱歉，莎莉小姐。两句话的称呼并不相同，民警的内心深处还保留了夏佐的潜意识，所以才会直呼莎莉。莎莉也提到了以前避难所的趣事，修理的正是米娅。好家伙，米娅口吃的罪魁祸首终于找到了，莫不是被夏佐给修坏了？中博提议晚上可以一起参加琼楼盛会，莎莉也表现得很有兴趣，能多与民警相处的机会可不能放过。莎莉去了，执行者自然也答应了下来。接下来便是前往朱雀军营，途径芦苇荡。听到里面传来了呼救声，喂，有没有人能来帮帮我呀？离近一看，好家伙，大型方丘聚众现场，中间的方丘更是显眼，还会发光的，这可不算是战术伪装了吧？还是改名叫战术曝光吧？这么亮想不显眼都不行。在更远处的河边还有着一只飞的尸体，关于飞可以看小峰3.1直播解读那一期视频。众人来到跟前后，直接无视了求救的方丘，而是转而观察起飞的尸体。果然是战斗质朴做的，9个御卫打不过一个慧敏，却被小小的质朴给解决了。这一幕大大震撼到了民警，这也为后续推动质朴研发做了铺垫。民警下令重新评估安全指数，依旧是民警大人100分遥遥领先，执行者莎莉20分打酱油。这评估规则是不准备改了，就连方丘都有20分了。解除伪装后，发光的方丘变成了人类，他对民警的称呼便是大人，可见九域之人对玄武还是很尊敬的。民警简单向他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，男人表示理解。之前还奇怪实验室在捣鼓什么，现在看来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就是得好好完善一下。解决完事情，很快来到了军营，质朴们正在努力的操练，与测试服相比，动作都已经优化的一致了，还是颇有些气势的，就是骑乌龟的虚无天使，怎么看都只有可爱来形容。
荣金此时正在军营内，得知质朴竟然成功的救助了一个人类，还灭杀了一头惠民，众人都很是惊讶。没想到这些制服这么能干呐！这也坚定了民警要研发质朴的心。灵巧的设想并不是无稽之谈，而是未来的可能。听得出来，解决完这些事后，民警的心情已经变得不错了。战斗质朴的随机应变可谓是意料外的收获。话说这些质朴我都有，什么时候加装长官模块？我也想有一支质朴小分队。接下来便是参加琼楼盛会了，地点是在集贤堂。之前猜测盛会在另一个州，万没想到官方直接现场搭了一个庙会。就问你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民警作为半个九域人，自然成了向导，不过他却心存迷惘，该怎么形容呢？就和失忆的执行者一样，我们的身份最早是由避难所赋予的。沙利一句新来的便将我们变为了避难所的一员，之后又被海加德征用了，变为了执行者，这便是赋予我们的使命与意义。民警同样如此。于九域而言，他是毫无过去的外来者，在当上新一任玄武后才被认可了存在，但这种认可是因为他当上了玄武，而不是对民警本人的认可，这也是他的纠结之处。不只是灵巧，民警也想尽早拿出成果来回馈大家对他的期待。突然发现这次庙会也算是病友交流会了，两个失忆的加一个被改的面目全非的。虽然莎莉没有失忆，但从莎莉被改造成奈美西斯，他这妥妥的转生文套路了，于是反过来安慰起了民警。朋友的陪伴让我确信，哪怕现在的我已经面目全非，那仍是我。执行者这时候忍不住了，想要摊牌了。其实我们是一定是因为我们也从域外而来，与民警的经历相仿，却被莎莉给打断了，并借机转移了话题。民警见势不妙，借口去买花灯，溜了。我以为他真的去买花灯了，还特意找了一圈，结果他却在看风景。说好的排队呢？这莫不就是传说中的我想静静？但这还没完，在民警的后方，正是望着这里的莎莉。民警在看风景，而民警就是莎莉眼中的风景。本来想提前买个花灯，但是小姐姐不卖我，只能先回去找莎莉了。莎莉解释了为什么打断我们的原因，这句话有些绕口，我简单翻译一下，翻译过来便是：我希望你记起我，是因为你记起了我，而不是因为我想让你记起我。你就拼命想要记起我，如果你不能自己记起我，那我就宁愿你记不起来我，也不想你因为想记起我又记不起来我而烦恼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一天的收获也挺大的，民警就是夏佐已经得到120%的认证。再次见到夏佐，莎莉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悟。夏佐要成立避难所的时候，还是在很小的年纪，那时候的莎莉并不懂事，只知道跟在哥哥的后面，万事都有哥哥在前面保护着，天塌了也有哥哥顶着。可他们当时都是小孩子，现在听到民警的话，才明白哥哥也是个普通人，是他的责任心不允许他不负责任。单只因为玄武这个名字，他便是为了九域付出了很多。那星岛避难所首领这个称号，他又付出了多少呢？莎莉去找哥哥聊天了，我们先偷听一下。没想到莎莉在背后居然是这样夸叶的，瞬间就很满足了。一路找哥哥，终于有了结果，接下来静待记忆恢复就行了。转眼来到集市，荣金正在找姐姐，中宝和中贝正在放孔明灯，钟博还真的摆了个摊位，就是没见到呆瓜1号和2号。灵巧的话，在得知今天的事件后，尾巴都要翘天上去了。可真不愧是我，我就知道性能卓越的灵巧特质质朴肯定会大放异彩的。逛完一圈之后，是时候给盛会来个结尾了。民警和莎莉已经在等着我们放灯了。既然要放灯，肯定要许愿，但执行者却动起了坏心思，故意找莎莉套话。莎莉有许下什么不一样的愿望吗？失散的亲人能够重聚，我们都能找到自己所追寻的东西。说出来的话不会变得不灵吗？喂，是你让我说的。莎莉听后直接羞怒起来，和执行者追赶打闹起来。终于找到哥哥了，他也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。执行者又想套路民警，被莎莉给及时打断了。到此拟态剧情全结束。这次的剧情其实我想讲的更细一些的。小峰做剧情解读也有1年多了，幻塔的剧情进步真的是肉眼可见的。从人物动作表情到文案的推敲打磨，从开始的互不干扰
到现在前后文呼应。这次剧情给了我太多惊喜。粗略来看，是一次不错的盛会之旅；细致来看，魂系的碎片化叙事值得人深思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剧情是为人物塑造服务的。在这次剧情里，无论是灵巧还是民警，两个人塑造的都相当不错。就连身为配角的玉先生、荣金、钟博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刻画。同时，嘟嘟的剧情又和女仆剧情联系起来了，这让剧情变得更有深度起来，值得挖的内容也越来越多。这次的配音更是神中神，真的推荐去看看原剧情。CV 老师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都融入到了台词里，越来越期待幻塔以后的表现了。从开服到现在，小峰对幻塔的评价依旧没有变，永远的未来可期。想看看幻塔究竟能走到哪一步，这或许也是很多老玩家的想法吧。至于这次剧情解析为什么晚了这么久，因为我最近玩幻塔上瘾了。这是在开服以后又一次沉迷在幻塔中，原因只是因为殖民这把武器，它解决了目前玩家的隐性需求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幻塔就像灵巧的原因。关于这把武器，我想单出一期视频谈谈，一把武器是怎么做到颠覆幻塔的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